大家好，正好这边有一个网友留言啊，说怀疑这个 BBA 是虚拟盘。那么我今天想做一个视频来证明一下这个是不是虚拟盘，然后这个证明方法你也可以用在其他的券商上面来鉴别一些虚拟盘。那正好有些朋友问我，哎，怎么最近都不做视频？刚好这个朋友呢，说我把他回复给删了啊，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啊，没有删啊。如果说删的话，我更加不会说做这个视频了。那么这边呢，我回复他了啊。他之所以说我回复删了之后呢，是这样的啊，就是有些时候呢，你到处留言，或者说你留言这个雷同率非常高的话，很有可能 YouTube 平台就把你删除了，不是我删的啊，或者是屏蔽的啊。你看这边有个已发布、已审核啊、待审核，有些骂人的评论啊，都在这个待审核里面了，我也看不到，说实话啊，我点进去才能看得到。当然骂我的人还是很少的。我这边说一下吧，就是回复被删了的问题不说了啊，就是 BBA 无法提供美国清算系统啊 APX 是清算系统生成的完整的这个执行 ID 啊，所以很有可能是虚拟盘。这个东西呢，说实话，其实我也不是很懂啊。但是呢，清算系统呢是 APX 的啊，清算跟结算是两回事啊。那这个我也问了 AI 了，AI 说的是这个执行 ID 呢，其实很多时候呢是券商跟清算系统之间啊，这个做一个交换数据的时候是一个 ID 的。那他的意思说呢，给他的一个是 odd ID 啊，可能说是怎么样怎么样。然后最后呢，今天呢他说，是的，我今天和客服谈了一下，对方给了我一份完整数据，显示我的交易清算方式 APX 的，这意味着资金和证券托管在 APX，而不是直接在 BBA 手里。可以确定的是，BBA 不是虚拟盘啊。他现在又证明了 BBA 不是虚拟盘。但同时也会由于 BBA 规模较小，也存在运营中断、系统问题、冻结曲线等潜在麻烦。那后面的部分是你自己怀疑和揣测，你这个只能说你觉得 BBA 规模小啊，但是事实上，其实一个券商的大小的话，其实不是看客户量或知名度来判断的啊，很多时候看这个交易频率高不高，期权用户多不多。BBA 作为免用券商已经很好了，因为我自己用了很多年，我觉得自己这个券商还是非常满意的。你说运营中断的话，只有中断过一次，就那么一次啊，就因为那一次中断啊，我还认识了一些朋友，因为大家都在群里面讨论嘛啊，平常大家群里面不说话的。那么我这边介绍几个方法呢，就是稍后呢我会演示一下啊。我说几个点啊，我说没有删除过，我甚至还回复过你。我说几个点，第一啊，你自己挂单上去，挂买3或卖3位，你挂买1位或卖1位的话，那不是成交了吗？那不是看不见了吗？是吧？而且买1个卖1位的话，这个很多的啊。当然你要找个冷门股票，你找一个特斯拉这种股票交易这么活跃，你挂上去之后，很有可能别人也挂了啊，所以那种就没意思了啊。那一定要找一个冷门股票啊。如果说今天现在没有开盘，晚上开盘的时候呢，我可以找一个股票给大家当场演示一下啊。第二点的话是 APX 是邮寄信件方式，更新地址后会邮寄一封信，我收到过好几次啊，这个是当真的啊，甚至在疫情期间我也收到过。疫情期间那封信呢，上面还有个小黄纸啊，说什么这个信来源境外，什么病毒啊之类的。第三个啊 ，BBA 是 SEC 可以查询的持牌券商啊，这边我澄清一下啊，这个券商持牌呢叫 BBA 是个母公司，子公司呢叫 RedBridge 啊，叫是虹桥啊。这个查的话这样查，然后当然的话，你也可以去问 ChatGPT 啊，或者说 Grok 啊，都可以啊。那么我后来再加一条啊，有一条就是最明显的啊，只要是持牌券商，那它肯定在这个券商系统里面是可以转账的，知道吧？就跟银行一样，你怎么可能说啊，你银行能转到这个山寨银行，这个转不到了，是不是？你不可能这样子的嘛？银行转银行肯定是在银联系统里面的嘛，那你可以转仓到其他券商看看。虚拟盘是肯定是没法持仓的啊，没法转仓的啊，甚至你也可以从其他券商转入 BBA 试试啊。那么既可以从 BBA 转到 IB， 也可以尝试 IB 转入 BBA， 这个是肯定可以的啊。如果说持牌券商肯定是可以的啊，这个没问题的啊。当然这个是手续费的，所以说我这个没法演示啊。你要认定虚拟盘，你也可以继续回复啊，但是要有合理依据啊。因为我有些东西我不太愿意回应啊。有些人呢，我也不知道他哪里东拼西凑的一些知识，然后上来说一下怀疑的定论啊，查的不是很准啊。那么我今天就介绍两点啊。那么1、2、3、4啊，第4点我就不说了，第3点查询自己查啊。第2点的话 ，APX 这个我还今天真的是认真去查了啊，就是因为他说 APX，所以说我去查了。那么先说
一个点啊，BBA 的话，经常有些时候呢，它会给你发一个电子账单啊，电子账单、电子交易确认单啊，生成了，然后点进去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看到你的交易明细。好，这边登录一下啊，这边的话登录一下。好了，进来之后的话，你可以看到这边交易确认单啊，在2025年的1月份啊，然后到这边8月份是吧？那么我这边就不展示了啊，但是给大家看一部分啊。好，这边的话账户号码啊，账户号码，然后呢这边是一个虹桥证券，你看到了啊，虹桥证券这个真实的公司啊，然后这边是我的地址啊，我的地址相当于信件地址嘛，上面是 BBA， 这边左上角这边是 APX 清算机构的一个这个东西啊，这格式啊，然后我也把这东西呢上传到 ChatGPT 来帮我审核，他说这个是完全是规范的格式啊，就是很明显啊，这个不像是虚拟盘啊，不像是虚拟盘啊。那么下面呢是一些股票的交易的明细啊，那么比如说我这边是有些股票我就不列出来了啊，因为怕误导大家。这边苹果，下面的话就是别的股票啊，那么我就交易过这些股票，然后它们都有啊。那么再说一下 APX 啊 ，APX 它曾经不仅仅给我发过这种纸质信函发到我家的，然后呢还有一些信函呢是发到这边有个系统啊，它是一个提示啊。你看 APX 这边有个文档网站的啊，你看这个网站这网址是就是 APX 是不是啊？那我点一下啊，点进来，好，点进来这边有个 user ID 啊 password 啊，这个东西呢昨天我刚刚第一次用啊，其实我从来没创建过啊。你第一次登录的话要创建一个 ID 啊，创建个 user ID， 然后这个 account number 的话啊，这个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是7XJ 啊，然后这1234这样的啊，其实的话，把这个杠啊划掉，然后再正输入进，然后点 for 向前一步啊，向前一步，然后再创建。好，创建一步之后呢，我这边是个截图了啊，我这不在网页了，因为我是当时呢我也不确定我自己能不能成功啊。这个地址第一行啊，地址第一行的话，这个地址呢就是以刚才我打开的账单地址为准，第一行。那第一行不是有些中文地址不是很长吗？写不下是不是？你就写第一行啊，写第一行，不要写那个。它第二序行不要写啊，就写第一行，然后那个横杠就不写了。你看我这边写啊，就这样写。然后呢 ，user ID 的话，这边自己创建一个，这个是自定义 ID。好，自定义 ID 之后呢，这边有一个安全问题，然后我这边选了个宠物，然后再选这个向前啊。好，这边的话是要输入这个邮箱地址，然后再输入密码，然后点 finish 啊 ，finish 就完成了。OK 啊，创建过程我就给大家解释到这里啊。那么我这边登录一下啊，给大家看看里面是什么悬坤啊？好，我这边输入好了啊，我点这个点一下啊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好，进来就这样子了啊。那么点这个提交查询这个时间啊，这个时间的话大家注意一下啊。美国的话是月日年啊，月日年，点一下就出来这个最近120天的交易记录啊 ，confirms 啊。那么到这一步我就不用说了吧？你是虚拟盘的话，肯定是没有这东西的啊。你看这网址好了啊 ，APX 的是不是？那这样的话我就不用说了吧，是不是？account number 都有啊，这个创建时间都有啊，是不是？这个就不用说了吧？啊，那么这个是一个方法啊，但是有很多券商呢，它不会提供你 APX 的东西的啊。我在银透那个时候呢，我没见过 APX 东西啊，没见过这种清算系统啊，更不可能说有给你什么执行 ID， 那个执行 ID 完全是券商跟清算系统之间公司一种 ID 啊。那么在网上的时候呢，我开盘的时候呢，我找一个冷门股票给大家挂单看一下啊，我最好找个悬浮时钟啊，给大家证明我没有剪辑痕迹，那么来证明这个是不是虚拟盘。当然，我只想证明这个不是虚拟盘，另外教大家这个如何去鉴别虚拟盘。好，大家好，现在是美股时间啊。那么这个时间的话，大家可以看到这右下角啊，这边有个9点13分，这个我用的是纽约时间啊，所以说这边读秒，所以说可以证明我这个不是剪辑的啊。那么选这种股票的话是 IVA 啊，我这边特地选中一个流动性不是很强，但是流动性太不强的话啊，你挂上去的话，这个免用券商啊，如果说你挂了价位又在很低的话，它不会立即提交，因为它很多时候它会选择在内部路由过程啊。这个东西的话，如果说你不理解的话，你可以咨询 AI 啊 ，AI 告诉你啊。那么这一家的话还可以啊，我可以挂单一下啊。这边的话目前是5块3毛2这边啊，但是如果说我挂5块2毛7的话，就是买意味了啊，所以说这个会推送过去啊。
那么我现在挂5块2毛7，我买个100股吧啊。就算损失，万一成交的话也就算了啊。你看啊，我就立马成交，立马这边也推送了啊，然后我立马撤单啊，我点撤单，好，撤单了，看到没有啊？所以说这个不是的啊。那么我看看，挂5块2毛5吧啊，我试试看啊，5块2毛5看看行不行啊？看看会不会推送。因为有些成交量很低的股票它不太会推送，而且这个买一位跟目前的成交价相差太多了啊。5块2毛5我已经提交上去了啊，这边有100股是我的啊，那么我把它撤下来啊，撤下来，看一下啊，好，撤掉了，你看啊，撤掉了啊，所以说这个不是一个这个什么假的这个虚拟盘啊，所以说这样的可以对照的啊，我把这个图片截图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时间可以对得上啊，好吧，这个我就演示完毕了啊，那么有很多朋友如果说担心自己的券商是虚拟盘的，你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去测试啊。尤其是那种可以用虚拟币啊、加密货币入金的券商，一定要当心啊，一定要当心这个是可能是虚拟盘啊。